如果说今年的 S 系列是三星在规格上的一次大幅进展跟探索，那 Note 20 Ultra 5G 就是三星打磨之下的一代作品。而在三星经历了许多起伏之后，让我们迎接今年的三星真旗舰 Galaxy Note 20 Ultra 5G。这次让我们直上 Galaxy Note 20 Ultra 5G。外观设计部分，帮你手上的是今年三星全系列产品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金色版本。外观设计大致由沉稳的铜色以及淡雅的金色，在雾面跟亮面间自然过渡。大面积的雾面金色机身，外观更显低调奢华，触感滑顺细腻，而且不容易在机身表面留下指纹。搭配上高亮的金属中框，在外观上除了能够更利落地勾勒出机身线条外，在握持时没有雾面处理的中框，也可以提供更稳的手持体验。最后就是这块镜头模组，在镜组规格给好给满的前提下，厚度的确很突出，不建议裸机放在桌上书写。但其实相较起 S20 Ultra， 模组小了一圈，也变得更加细长，厚度其实差不多，只不过 S20 Ultra 机身上厚一些，以及采用了双层设计进行修饰。但不论如何，就是装个保护壳的事情，还是比较见仁见智。不过如果看回设计，这次的镜头模组会是机身上汇集最多细节的地方。在镜组正面采用了能够让光影自然流动的镜面处理，搭配上高亮线条，这应该会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多细节且不失时尚元素的矩阵镜头模组。欢迎大家留言告诉邦尼，你怎么看这次的外观设计？值得一提的是 ，Note 20 Ultra 5G 在正面萤幕采用全新的第7代康宁大猩猩玻璃 Victus。根据康宁公布的资料 ，Victus 除了提升跌落时的抗冲击能力，相较起上代，抗刮性能有2倍的提升。机身配置部分 ，SIM 卡卡槽在机身顶部采用双 SIM 或单 SIM 加 microSD 的3选2卡槽设计，按键全部回到了机身右侧。底部有双喇叭之一的底部麦克风 Type-C 接孔，以及改到左边的 S Pen， 应该是希望让右撇子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过往左撇子 Note 用户的感受。我是说，邦尼猜测应该是因为右侧镜头模组以及这次统一调整到右侧的按键所造成的机构变化。顺带一提，这次 S Pen 也进化成了 S Pen 远端遥控 3.0， 可以直接画出上下左右的箭头启动对应功能，或是快速的来回画出 N 字，就能快速截图。邦尼认为实用性是大大超越 2.0， 例如拿着笔直接上一页截图等，在邦尼几天的熟悉后，很快就能上手了。同时，在 S Pen 搭配 Samsung Notes 的书写上，受益于120赫兹的萤幕跟 AI 预测笔触的加入，第一延迟来到了非常低的9毫秒。其实若不仔细比较，之前的 S Pen 在跟手部分表现一直都不差，不过这次的 S Pen 的确更加跟手。而这次的 S Pen 新增的语音同步笔记也蛮实用的，你可以在 Samsung Notes 当中直接一边录音一边笔记，接着当你播放录音重复听时，你的笔记也会跟着写出来，让你能够将笔记和当时听到的重点对上，不论是会议或是课堂，应该都非常实用。同时 Samsung Notes 目前也可以直接汇入 PDF 档案进行笔记。S Pen 的相关功能，帮你在每代的 Note 跟 Tab 都说的蛮多了，可以参考先前的评测。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留言询问邦尼咯。回到正面外观，依旧采用了肉眼几乎快看不见的隐藏式微缝设计，同时全机支援 IP68 防水防尘。随附配件包含25瓦快充组、Type-C 接孔 AKG 耳机，出厂时就已经贴好的保护贴，以及透明保护壳，一样是有诚意的给好给满，打开就能直接使用。在相机模组上，依旧是这次大家重要的看点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在相机上搭载了3镜头模组，由上到下分别是 f2.2 1200万画素120度超广角镜头，接着是 f1.8 1800万画素广角主镜头，同样采用三星自家的 1.33寸 HM1 大感光元件，采用 PDAF 相位对焦，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最后一颗是 f3.0 1200万画素5倍光学长焦镜头，支援 OIS。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右侧雷射对焦模组。没错，有了雷射对焦模组，对焦速度基本上就是稳稳的非常快了，也不再有静物对焦时的抖动。
虽然雷射对焦的距离有限，但已经足够应付大部分对焦场景。第一个大家关心的对焦算是解决了。第二个就是竞拍性能呢，这大概会是在机身厚度限制下，跟着大感光元件好一段时间的问题，但换来的是更自然的散景，以及黑夜变白天的夜拍性能。邦尼认为还是目前最佳选必经的一条道路。这次或许是镜组的摆放位置有所调整，在光学上有些微改善，拍摄后也会有算法进行调整，但在竞拍时还是有边缘模糊的现象。不过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在可能产生边缘模糊时，相机就会自动跳出2倍的竞拍选项，点击后往后一点拍摄，就可以避免竞拍产生的边缘相差。而这刚好可以连到第3题的变焦问题，因为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采用的是5倍的光学长焦镜头，所以在1到4倍还是采用1亿800万的主镜头进行数位变焦。不过这边要说一个三星似乎没提到的大惊喜，在邦尼的实测下，这次 Note 20 Ultra 5G 在拍摄数位变焦时，会更进一步采用光学长焦以及主镜头的混合变焦算法。简单来说，就是透过望远镜头以及1亿800万画素的主镜头合成，让2到5倍的画面也能有更锐利的画面表现。这是一组2倍的样张，从我们的样张上看到，因为变焦时会采用主镜头跟长焦进行算法合成，可以明显看到 Note 20 Ultra 5G 的中心采用的是光学长焦，画质会来得更好，而边缘则是靠着1亿800万画素的主镜头协助填补，锐度稍有减损，但重点是如此一来，我们放大到画面中的看板来看细节， Note 20 Ultra 5G 的文字明显更加清晰锐利。接下来这组3倍样张来看文字，同样成功启用合成算法，在文字的解析上明显比光学2倍的 Note 10 Plus 来得更好。接下来这组一样是3倍的样张，同样在边缘可以看到主镜头以及长焦的边界，但看到内侧的细节保留明显胜过 Note 10 Plus 2倍光学之下的表现。而这套算法在邦尼的实测下，只要光源充足以及场景足够稳定，在距离上也足够长焦准确对焦，大多在2倍以上就会启用。目前看下来，毕竟是由5倍光学合成回来，在解析上肯定是大大超越一般机种。不过边缘的细节保留就还是数位变焦的表现，只能说这次在2到5倍间，在一般望远场景中是真的带来了有效解法。这应该也是这次 Note 20 Ultra 5G 更换长焦镜组以及勇敢采用更高倍率长焦的原因之一。接着邦尼就不再多说，我们直接上对比来看日拍样张。三星的这颗1亿800万画素主镜头，除了在上代有邦尼以上提到的问题之外，在日夜拍的实际表现其实没有太多明显弱势。从样张上可以看到 Note 20 Ultra 5G 采用的调教风格跟上代的 Note 10 Plus 还是比较接近，超广角的调教方向也基本一致。不过仔细来看，还是能够看到 Note 20 Ultra 5G 的调教相较起 Note 10 Plus 在对比上会来得多一些。除此之外，不论在主镜头或是超广角镜头，调教方向基本一致。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Note 20 Ultra 5G 虽然在 HDR 算法的暗部并不像过往激进的提亮，不过在面对大逆光场景时，在 HDR 算法上还是有所提升。最后是1亿800万画素的高画素模式，我们直接放大到大楼左侧的一小块来看细节，可以看到1亿800万画素在细节保留上就是放大到这么大，一样有锐利的细节表现。最后帮你也提供一组1到10倍的画面对比表现。整体来说，受益于全新的变焦算法，在常用的10倍内其实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并且画面可用性也非常高。邦尼则是认为这次的长焦在混合变焦上其实更好一些，而50倍更高倍率的变焦其实还是很值得展开来一提，但这次节目时间比较有限，我们有机会再专门为大家讲解。再来看夜拍 ，Note 20 Ultra 5G 一样有夜间模式。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当中，开启智慧场景辨识后，只要环境够黑，手也够稳，系统就会自动启动短秒数的夜间截取，不再需要切换到夜间模式。对于随手拍来说，会方便不少。但如果想要完整发挥夜拍性能，直接进入夜间模式还是最佳之选。以下也直接来看夜拍对比样张。
夜拍部分，其实邦尼也没有太多好说，这颗大感光元件的存在就是为了夜拍而生。在调校方向上 ，Note 20 Ultra 5G 在一般模式中更倾向保留画面的纯净度，而不急着提亮整体曝光。直接放大来看右下角细节 ，Note 20 Ultra 5G 在石板纹路的细节保留还是明显可见。在开启夜景模式后，整体来看就是黑夜变白天的能力更强了。但放大来看细节保留还是有明显提升。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看到左上角，受益于这颗感光元件跟新的夜拍算法，纯净度表现非常不错。而在超广角上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先来看一般模式，接着开启夜间模式，同样放大到左上角，可以明显看到降噪跟画面纯净度好上非常多。其实 Note 20 Ultra 5G 的夜拍就是第一梯队，邦尼真的不用说太多，直接再看几组实拍样张。最后是录影部分，这次 Note 20 Ultra 5G 新增了全新的专业影片模式。除了依旧有邦尼认为非常受用的峰值辅助对焦系统之外，这次在专业模式下也可以进行 8K 24 FPS 的录影，并且新增了21:9可以选择。同时在专业影片中，只要点击变焦就可以拉动滑杆调整变焦速度，并且可以达到非常平顺的数位变焦过程。重点是变焦的速度可以做到非常慢，在过渡上也非常平顺。而 8K 的各种应用，邦尼也说的比较多了，这边就不再多提。不过这次最棒的是，在录音上你可以选择收音，是收整个环境的全指向收音，只收拿手机这个人的前置收音，以及只收拍摄物的后置收音。最酷的是，你可以搭配蓝牙装置，例如这次预购登录会获得的 Galaxy Buds Live， 直接透过蓝牙耳机上的麦克风当成 mini 麦进行收音，在整套影像系统上还是蛮实用的。顺带一提，邦尼后续会带来 Buds Live 的完整测试内容，千万别错过咯。不过在专业影片中还是有一个小缺憾，就是无法自由的调整镜组，目前只能使用主镜头。以下邦尼也提供在 4K 30 FPS 下的样片对比。整体来说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的影像系统在既有硬体之下，透过更长时间的算法打磨，在实拍上所带来的升级其实还是明显。如果还有可以更好的地方，就是一颗表现优秀的微距镜头了。性能部分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搭载目前最佳之选 Qualcomm Snapdragon 865 Plus。邦尼手上的版本是 LPDDR5 12GB 的 RAM 搭配256GB 的储存空间，在安兔兔的跑分测试中拿下了606654分。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完整实测结果一样可以在 Spotnik.com 上找到。整体来说，性能就是旗舰表现，应付任何场景，稳稳使用不会有太大问题。续航部分搭载4500毫安时电池，邦尼也提供2种大家比较常用的萤幕选择。首先是 2K QHD 加60Hz 组合，在邦尼的续航测试中达到14小时整，在60Hz 之下算是稳稳的一天一充。而若是 Full HD 加120Hz，则是11小时15分，日常使用还是有机会一天一充。不过如果是重度使用者，就建议带颗行动电源。而在快速回血上 ，Note 20 Ultra 5G 支援25瓦有线快充、气无线充电以及无线电力分享。在邦尼的0到100%电力测试中，只要30分就能充满63%。在邦尼的资料库中，表现稍微高过或等同许多家30瓦到40多瓦间的机种，应该是受益于三星近期不断在25瓦上的最佳化，而完整充满则是落在1小时7分钟，其实还是快。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支援三星25瓦快充的机种，
不论电池大小，都巧妙地落在1个小时左右，应该是在快充跟电池耗损权衡下的最佳化结果。通讯上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支援 5G NSA Sub 6，频段上也是众望所归，支援台湾全频 N1、N3、N28、N41、N78，以及目前尚未投入使用的 N79。需要注意的是 ，N3、N41、N79 目前在软体上尚未开放，不过三星会随着后续频段开放时陆续在台开通。同样支援 WiFi 6以及 NFC， 并且一样可以使用 Samsung Pay， 以及手机就是你的悠游卡最好用没有之一的 Samsung Pay 悠游卡，可以参考邦尼稍早的完整介绍内容。而 Snapdragon 865网络延迟的问题，邦尼手上采用865 Plus 的 Note 20 Ultra 5G， 目前实测下并没有出现延迟的问题。生物安全辨识上，一样采用超声波指纹辨识，摆放在更适合单手操作时触摸的中间偏下位置，速度还是快，同时支援脸部辨识。接下来，邦尼想跟大家聊聊在三星生态中几个重要功能。首先是微软跟 One UI 的相关服务，你可以在媒体浏览器中直接打开同步到 OneDrive， 接着你就可以在多台三星装置间同步你的所有相片。如果你有订阅 Microsoft 365随附的 1TB 云端空间，拿来这么用就对了。不过在同步时是在大量上传，肯定会耗电一些，记得选择有 WiFi 时同步，避免在外面因为同步而加快耗电。接着是帮你介绍很多次的连接至 Windows， 只要打开在 Windows 中的您的手机，没错，这个应用程式就叫做您的手机进行连接，你就可以在 Windows 电脑上直接接听电话、查看简讯、接收手机的通知、直接看手机里的相片。重点是，还记得之前帮你介绍过，你可以直接远端控制手机的功能吗？现在进化成你可以直接打开手机中的任何 App， 例如打开 Uber Eats 订餐、滑 Instagram 等等，其实还是透过镜像功能达成，但改成直接启动 App 的形式，的确更好用直觉。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因为是镜像，所以跟手机一样，单次只能打开一个 App。再来是三星自家的其他装置接续通话。简单来说，当你的手机收到来电时，你可以直接透过其他三星装置，例如 Galaxy Tab 接听电话，并且可以在平板跟手机间来回切换。最棒的是，这项服务只要2个装置都有连接网路，不论装置间的距离有多远都可以使用。当然，所有三星装置的设定跟 Samsung Notes 等等都会在装置间自动同步。还有这次新增的无线版 Samsung DeX， 透过连接三星电视或是支援的镜像协议，你可以透过无线的方式直接启动 Samsung DeX， 搭配上一套蓝牙的滑鼠跟键盘，你就可以直接在电视上透过 Note 20 Ultra 的性能输出启动 DeX 桌面模式，简单的操作都没问题。不过无线在目前还是会受限于延迟，帮你建议使用在简单的简报、浏览网页、观看手机上的影像等等，会是更好的选择。如果真的想要拿 DeX 进行轻度办公，一条简单的 Type-C 输出线材还是最佳之选。最后是首播的邻近分享功能 ，Android 的档案互传大时代终于来了。只要在分享档案时选择邻近分享，就可以在所有支援邻近分享的装置间快速传输档案。影音娱乐部分，萤幕依旧是三星旗舰稳稳的强项，采用 6.9 寸 19.3:9 2K Q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O 极限全萤幕，支援最高 120Hz 萤幕更新率以及 240Hz 触控采样率。不过可惜的是，目前 120Hz 依旧只能搭配 Full HD Plus 使用，支援 HDR10 Plus， 并且提供再次刷新的1500尼特峰值亮度，在太阳下基本不用担心，依旧是顶级表现。值得一提的是，还记得当年第一次看着挖孔放进手机当中，接着又看到 Note 10 Plus 大幅度的缩小了一整圈，当时多少人为此振奋。最后到了 Note 20 Ultra， 这个挖孔又再度缩小，实际显示效果帮你提供一组对比。整体来说，跟 Note 10 Plus 相比，还是有着肉眼可见的升级。邦尼认为，这依旧是一块今年不可错过的萤幕，到时候可以到实体门市感受一下咯。而在外放上，采用 AKG 调教的双立体声喇叭，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以下邦尼直接提供外放对比，供大家参考。
整体来说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就是一支三星历经打磨跟更长时间最佳化的真旗舰，并且在所有的硬体配置上明显更务实，且选择有把握的硬体解决方案。单就解决问题这件事来看，绝对是立竿见影。不过，除了在硬体上有所提升，最重要的算法还是有许多惊喜，尤其是主镜头跟长焦的合成算法提升明显可见。而在其他部分，最佳性能之选 Snapdragon 865 Plus 加 LPDDR 52GB 的 RAM， 顶级的120Hz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虽然没有 QHD 加120Hz 的自定选项，还是有些可惜，但综合来看，不失这块萤幕的好表现。生态吗？一样可以开心的在三星全家桶中来回切换，并且强化了许多合作跟加入更多细节。S Pen 依旧是 Note 系列没什么对手的功能。S Pen 从来不是一支笔，而是一套跟笔深度结合的解决方案。当然还有 One UI 完整系统，以及就是独占的 Samsung Pay 悠游卡。但可惜的地方还是有，拍照上如果多一颗表现好的微距镜头会更为完整。充电部分，目前25瓦的充电实战表现真的不差。但期待在电池跟快充上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案。没有高瓦数的无线充电虽然稍微可惜，但至少有啦。除此之外 ，Galaxy Note 20 Ultra 5G 依旧是今年在各种面向都更加均衡的机种，也是邦尼认为今年的三星真旗舰。好啦，本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